应该已经开始直播了吧？应该是已经开始了。我稍微提早了几分钟进行直播，因为现在这个 SpaceX 转播它的猎鹰9号火箭的发射的时候，提前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呢，我正好还有想借这个时间给大家看点东西，所以我就稍稍提前几分钟。SpaceX 预计的今天的发射时间应该是在北京时间11点40左右，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推迟。所以呢，我正好呢把这个猎鹰9号这几次的情况，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星舰4飞之后，猎鹰9号进行过2次发射，大概应该是在6、7号、8号吧，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原定12号进行一次猎鹰9号发射星链10-2这个卫星，但是呢，由于天气吧，大概最开始说的是天气的原因，然后呢就改到了美国的时间的6月13号，然后北京时间6月14号，但是这次发射呢也突然的就终止了。我现在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啊。大家注意，点火之后2秒钟以内，那么这个发动机就突然停机了，注意到了吗？对，我们再看一遍啊，突然它就停机了，然后这次发射就等于就是相当于就没有进行，再次进行的时候可能是要到6月22号才能再次进行这次发射，结果从北京时间6月14号到现在呢，猎鹰9号就没有进行过任何的一次发射。那本来计划应该在今天，北京时间今天应该进行2次。咱们现在看的是猎鹰9号发射星链卫星，星链卫星的9.1，这应该9-1，这应该是今天的第2次发射。在这次发射之前，还有一次发射是在今天凌晨，但是那次发射呢，那次发射是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但是那次发射也因为突发的这个天气状况，然后就取消了。所以就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次发射，咱们现在即将看到的这次发射是在加州，是要在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进行的发射。希望这次能够取得成功。所以这次反正也是比较奇怪，这个到目前为止呢 ，SpaceX 还没有给出为什么它这个火箭发动机点火之后，结果又突然关机，给出这个原因来。所以我今天就在想，这个也跟大家一块来看一下，这次发射能不能按期发射了，不叫取得成功，能不能按期发射？它预计的发射时间呢，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11点40分。那 SpaceX 开始要的这个Launch 这个App 上面进行转播的时间呢是在33分，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只不过最近这2次，首先猎鹰9最近经历了2次比较大的推迟，一个就是原定12号发射，然后推到是美国13号，北京的14号。另一个呢，就是今天要进行的第1次发射，在佛罗里达州的，也被推迟到，也被延期了。那个当时给出的原因都是天气原因，但是就是6月14号等于第1次延期的时候，6月14号这次发射又等于它的这个火箭发动机又在点火之后2秒钟之内突然又关机了。肯定是出现了什么突发的情况，但是 SpaceX 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特别清晰的一个解释，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另外我多说一句，这个星舰第5飞的时候，这个 SHIP-30，现在大家已经能够在就是 Starbase 德州的那个 Starbase 的现场能够看到那个工作人员在给 SHIP-30换防热瓦。我看这个换防热瓦的这个工作量应该也是相当不小的，毕竟有
总共有18000多块防热瓦呢。那这个想必想必这个工作人员换起来肯定也是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但是就是没有看到，按照马斯克说的，他在那个游戏直播里，达一不是说还要给这个Ship30来加骨架吗？但是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加到。太空 back，谢谢，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支持，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不知道您听到前面的没有，就是6月14号009号火箭在进行它的这个执行Starlink 10-2任务的时候，那么发射的时候呢，这个发动机在点火之后2秒钟之内突然就关机了。而今天上午本来应该有2次发射，第一次发射是在佛罗里达州，但是这次因为天气的原因就把这次发射取消了。第二次发射呢是在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也就是我们今天即将要看到的这次。对不起，我再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它这边的 SpaceX 的信号来了没有？按道理它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目前看还没有。它原定的发射时间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11:40。那现在来看呢，这个时间恐怕要被推迟了。对，这次的这个，这次SpaceX 的这个猎鹰9这次的这个发动机点火有点怪，让我想起来在9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西昌进行一次长征3号吧，好像是运载火箭的发射，也是点火之后，结果突然就关机了。后来我看到网上在那块大肆宣传说什么中国具有了什么先进的技术，能够点火以后能关机，让我觉得就比较可笑。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那这次的这个到底是他自己出了故障自己灭了009啊，自己灭了，还是说是他有意识的这个突发了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然后就关机了？这个还不太清楚。现在对不起啊，我要看一下，现在它应该已经进来了吧？这个画面还没进来吗？对不起，我稍微试一下啊。应该已经有了。这是什么？稍等，我给大家找另一个画面。为什么 SpaceX 自己的这个直播画面到现在还不进来呢？我看到应该已经没有几分钟就要发射了。不，稍等，稍等。哇，好紧张。现在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它这画面还没有过来。哦，Space
我给大家切一个转这个画面，不好意思，它那个一直没过来。大家现在能够看到吗？现在应该能够看到了吧？我用这个油管的吧，不知道为什么 SpaceX 的这个画面一直没过来。非常抱歉，我不知道为什么 SpaceX 的这个画面一直没过来。那咱们就是直接还是先看油管的这个吧。看来这次应该能够按期发射了，只不过别再出现像这个Starlink 10.2这次任务一样，这个点火了2秒钟之内就关机了。咱们这次的这个任务是 Starlink 9.1。今天呢，咱们来看一下这次发射。如果要是没什么意外的话，应该和以前一样。但是最近星舰4飞之后，是不是大家都忙着去搞星舰了？对这个猎鹰9的这个重视程度就有点减轻了。怎么感觉搞得有点儿？等会儿我给大家换一个，这个已经了。现在还有10秒。7 啊，对，好，已经过来了。3, 2, 1, ignition. 点火了。 And liftoff. Falcon 9. 好啊，这些都脱落了。行，这次是顺利离开发射台了。这次是顺利离开发射台了，终于连续出了好几次这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就是6月14号，猎鹰9号火箭的执行星链这个10.2任务的时候，那么它这个发动机点火2秒钟之内，结果就关机了。这的确是让人感觉比较震惊。那咱们下面就来大概看一下吧。然后大概在50多秒的时候，它火箭会经过这个最大动压点 Max Q， 然后达到超音速，然后大概在2分半钟左右吧，1、2级会实现冷分离，然后3分钟左右呢，这个火箭应该按照计划就应该是抛整流罩，这个2级火箭抛整流罩。然后大概在7分半钟左右，7分半钟左右的时候，这个1级按道理就应该在在这个海面的无人船上降落。然后到了大约是在8分多钟的时候呢，2级的发动机就会关机，2级的发动机关机，然后此后大概要经过40到50分钟的2级的这种滑翔，最后呢。在这个将近1小时左右的时候，那么2级火箭会把卫星带到200多公里高的轨道，然后这个就是开始释放卫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火箭的飞行速度已经达到了3400公里，3500，高度呢已经是到29公里。待会儿在1、2级分离的时候，就2分半到2分40秒左右的时候。那么火箭的高度会达到大约60公里到70公里这样的一个高度，速度可以达到大约6000公里到7000公里，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速度。猎鹰那个星舰的分离高度和分离速度和猎鹰9号是比较接近的，基本上也是这个数值。对，我们看一下，很快就要进入这个MECO， 就是 Main Engine Cut Off， 就是主发动机关机，马上要分离了。Main engine cut off。主发动机关机了。Stage separation confirmed。大家注意，它这个过程冷分离就是先分离，然后2级发动机再点火，注意到了吗？是先分离，然后2级发动机点火。它的分离速度大概是7500公里每小时，分离高度大概是70多公里，70公里吧。这就是第一个关键点，然后第二个关键点，待会儿就是大概我们很快要抛整流罩了，待会儿会把画面就会切到这个，就是我们注意对，右侧的屏幕已经显示要抛整流罩。好，整流罩分离了，3分14秒，
这就是右侧。然后我们注意，左侧的画面，这个左侧是1级，右侧是2级。左侧的这个1级这个山格舵已经打开了。那现在的这个1级的飞行高度，现在靠惯性运动到了，还在继续上升，运动到了106公里。然后它的速度呢在迅速的下降。1级大概最后会靠惯性，大概可以运动到110多公里的高度吧。然后它的高度就开始也在重力的作用下就开始不断下降了。现在它之所以还能爬升，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惯性的原因。对。好，现在是4分多钟。那么实际上下面的话，我们主要就是看一下1级的这个最后的降落。也注意，大家正好也注意一下1级降落前最后的那个制动点火。为什么请大家注意这个？因为我相信就是说看我这期直播的就是对这个都是有航天粉，然后对星舰肯定也比较关心。那星舰最后的降落前的那个制动点火就应该和009号是比较类似的。所以呢，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星链到时候它的就是说这个009大概是怎么制动的。那最少星舰的这个超级重型助推器，它降落的时候的制动方式呢，应该也差不太多。这个时间大概还有几分钟的时间，2-3分钟的时间。对。哦，它这是从范登堡，它的降落时间可能它的1级着陆时间可能要到8分多钟，要是从这个佛罗里达应该是7分多钟，稍微有一点点时间差别。我们现在注意画面右侧这个飞行高度已经到了150公里，然后速度是12000多，时间是5分多钟。大家有什么就是想跟我聊的，就是可以把它打到屏幕上，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现在的按道理啊，猎鹰9就基本上就已经达成了一个类似于这种航班化发射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在想，未来的星舰基本上也是要达成这一个过程。009号从它的这个1级可回收到现在大概用了Stage 1 entry burn startup. 5年啊，对，现在已经开始制动点火了。大家注意屏幕左侧，那现在的这个009号火箭的1级，它已经在制动点火。大家可以想一想，就参考将来星舰5飞的时候，这个制动点火应该大致也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制动点火之后，注意最左边的这个数字啊，仪表板上的数字啊，它点火减速已经减完了，在关机。我们注意刚才那个数字，它这点火制动的时候，数字在迅速下降这个速度，然后呢，速度又开始上升。造成这个的原因，主要是它点火的时候这个下降，实际上它减的是一个垂向速度。那它后来速度上升，就是实际上等于又在重力的作用下有了一点上升。现在呢，它的这速度又开始减下来了。哦，对不起，刚才我说的不是垂向速度，是横向速度。现在我们能注意到它的这个高度也在快速的下降。它刚才的那个我也说错了，不应该叫制动点火，应该是一个减速点。它在最后接触到海面之前呢，就是还会再点一次火，进行最后的那次制动点火。超重上面应该是没有矢量控制，它主要它的发动机是可以摆动的，这倒是。另外一个呢，是它靠它的那个燃气舵，依靠它的这个空气舵，依靠它的空气舵摆动来调整这个飞行的姿态。大家注意，这次制动点火开始了，大概是在1公里的高度，制动点火开始的。OK， 速度在快速的减，行，看到船了。支腿打开，好，
在船上降落了。Stage 1 landing confirmed. 行，稍微有一点歪。我继续回答刚才这个朋友的问题啊，就是说它的这个我们一般来讲的话，火箭的这个姿态控制实际上是用姿态发动机来进行控制的，就是2级火箭这一块。那对于像1级火箭的话呢，它主要的控制，当然发动机摆动能起到一定的这个矢量控制，但是它更主要的这个控制还是依靠的是位于安装在它这个1级火箭顶部的那个像那个隔板栅格，我们叫栅格舵，是依靠这个栅格舵这样的东西，利用空气动力学来进行姿态调整的。这就是大致的一个情况。那继14号那次神秘的关机之后，那个火箭突然的关机之后，还有今天的因为天气原因，在这个佛州的这个发射被推迟。那这次现在的这次终于又成功的发射了。这次是执行的是这个 Starlink 9-1这个卫星，但又是22颗或者23颗卫星就被发射入轨了。相信等到009号那个星舰上来以后，会每次发射的数量会更多，而且现在我们发射的还都是 2.0 mini 版的卫星。等到星舰真正服役了的话，那就是发射的就是2.0 的正式版。那个时候2.0的 mini 版，它大概的重量只有700公斤，2.0 正式版的话是1250公斤。那个时候的新的2.0正式版的，它的这个带宽啊什么的，这个都会更大，所以的话，那也就会造成就是说进一步的能够就是说给更多的这个用户使用。现在全球可能200万，我记不太准了，是不是200万人啊在使用星链？那等到2.0上来之后，这个数量肯定会大增。到时候如果要是可能不在国内的朋友，就真是可以用星链。未来的星链可能那个价格也会很便宜，跟我们现在我估计最后的价格应该就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普通的这些是完全相当的，因为你这样才更有竞争力嘛。那最后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非常感谢300万了，已经300万了，好吧我看的数字可能比较落后，那时候看的是200万，现在已经300万了。 OK， 大家还有什么别的要跟我聊的，咱们可以聊一会儿。如果要没有的话，我可能就暂时先结束这次直播。然后主要现在还是得给大家准备星舰5飞的这个一些基本的向大家介绍的东西。另外呢，我的前面2期做了600万了，好吗？是吗？好吧，看来我的数据太陈旧了。然后我前2期不是做了讲那个热防护吗？明天我会向大家放一个，就是说就专门讲星舰的防热瓦上使用的，叫做Tufroc 还是叫 Tufroc TUFRROC Tufroc 这种防热瓦的这个大致的一个情况，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不过我还是在我那期节目里也在跟大家谈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星舰5飞，大家可能真的不用对防热问题太过担心，因为我始终相信这个 Tufroc 或者叫 Tufroc 这个防热瓦，它本身是一个碳化硅基的这个陶瓷材料，是它的耐热温度是肯定没问题的。另外呢，对于航天器而言，载入的时候的这个表面的最大温度，实际上我是可以通过弹道来调整的。假如比方说你这个材料的耐热温度稍微差一点，那我调整的弹道更平直一些，就可以把这个最高温给避过去。当然，这避过去的后果就是说我承受另一个最高温。比方说你这个不避的时候，用这个弹道 A， 它的可能最高温度达到1800度，用弹道 B 可能最高温度达到1700度。但是用弹道 B 达到1700度承受的时间，比方说可能是5分钟，但是如果我用弹道 A 承受1800度，我可能承受的时间只有1分钟。但是对于耐热型防热材料来讲呢，这不是问题，就是说它是你不要突过这个界限就行。
所以的话，对于耐热型的防热材料，就是说就是说我把弹道拉平，最主要要考虑一下我后面那个隔热性能是不是够好，就不要让表面的热传进飞船里面，就在这一块儿。那我觉得现在 SpaceX 的这个用的这个 TOF-ROCK 实际上是根据 NASA 的阿姆斯研究中心专门为 X-37B 研制的，而 X-37B 呢，实际上它只是用在了SR-77B 这个，它是一个小型航天飞机嘛，飞机的鼻锥和机翼前缘那些受热最严重的部分，那都没有出现问题。然后用到星舰上，为什么这次出了？当然我在我的那个介绍里也讲了，就是节目里，可能几个，第一个有可能，马斯克为了降低成本，有可能呢对这个材料进行了一些简化。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安装可能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安装工艺上差一点，比如那个防热瓦之间的这个间隙过近。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物体都会热胀冷缩，那你那个飞船的那个舰体，它装了大量的这个-100多度的这个低温燃料之后，它的这个外形尺寸肯定是要萎缩的，是要缩回去的。缩回去的时候，你的这个防热瓦的热膨胀系数和不锈钢的热膨胀系数，就舰体材料是不锈钢的嘛，热膨胀系数是不一样的，不锈钢的应该更大，而防热瓦的会更小。所以的话，当你里面的这个本身你的这个躯体收缩了之后，你原来包在外面的这个防热瓦之间的瓦片和瓦片之间的间隙就要缩小。如果你的这个间隙留的不是很合适，那瓦片和瓦片之间就会形成挤压，这个时候瓦片就可能就已经松动了，然后再一晃动，经过一些冲击，可能就会掉落。这就是大概几个吧。第一个是材料的问题，第二是安装方法的问题，第三个是安装工艺，就安装控制这些间隙等等等等，然后弹道的问题，这些可能有好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只要他五飞的时候，他把这些都控制好了，那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应该不是大问题，没有什么难度，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障碍，那就只是工作量和这个精细程度的事儿了。所以我对星舰的五飞的最后飞船能够就是防热这一块啊不出现问题，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那也希望欢迎大家明天呢就看一下我这个 TOF-ROCK 专门讲这个 TOF-ROCK 防热材料的防热瓦的这期节目。然后其他的暂时就没什么，我现在还是准备一下几个事儿吧。第一个是原来定于22号要返回的这个，最开始是18号啊，然后因为出现故障，然后被推迟到22号的这个波音公司的 Starliner 飞船，本来是要搭载去的时候那2名宇航员，然后搭载他们俩，然后回到地球。但是呢，现在可能又被推迟到27号或者28号了。我还在继续跟这个 Starliner 飞船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次波音公司反正它的表现也是比较露脸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露脸。这次就是真是问题不断啊。有关这个直联手机的展望，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到最后的时候，现在肯定是一步一步的，先是报文短信，又先是可以通过星链发短信息，这个好像应该在今年年初就已经在有些地方落地了，像日本啊什么的就已经是应该可以了。这有点像那个华为说通过什么北斗发短信这一块儿。这个实际上就是北斗一代的技术，这个很简单，我们很早就在用，我们以前21世纪初的时候就在用，这个没什么。然后第二块的话，可能就是开始能够这个提供一些上网的服务这一类的。然后，但是现在的它的上网有可能有些还是要通过地面基站然后传上去的，有些是直连的。这个直连的比重会越来越大。那到最后的时候，当它的这个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等于替代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卫星基站，然后它的这个延迟会越来越小，它的延迟可能现在能控制到好的可能几十毫秒，50、60，我忘了这个数啊，大概就是这样。未来的话，它有可能会比
也不是叫比，就应该是和地面的基本上这个基站接近于相当的水平。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就等于是，你像包括我现在在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如果要是去山里去爬山啊什么的，它有的时候那个手机信号也还是不好的。然后如果要是去欧洲包括去泰国、去马来西亚、去印尼，那个信号就要差也是要差一些。去欧洲，甚至包括在巴黎的郊区，有些地方信号也不好。如果你要是用星链的话，就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已经没有了。好像是有，我也好像是看过，但是009号主要还是看山格舵的。我也曾经注意过，就是它在山格舵附近，就是飞船那个1级火箭的头部，好像有几个小喷管，我也曾经注意过。但是就是说能够突出看到的，等于咱们通常看到的，实际上都还主要是通过这个山格舵的。它这个小喷管一般呢，它只是里面，它都不一定是装发动机，它里面可能只是有一个小压缩气瓶，然后装一点气，在特别关键的时候推一把，主要的控制还是山格舵。自动安装防热瓦，我觉得你只要规模化上去了之后，自动安装防热瓦就没有问题。你现在都是18000块都是人工安装，只不过是因为你现在飞船的这个产量很少，你用这个设计一个这个自动安装的机器，并不能够降低成本，还增加了不少成本。当然，如果你将来的话，如果你的是我觉得不要多了，就是达到现在差不离009号火箭，或者说再大一点的规模，达到一年009号现在能做到一年100到150次嘛，就是去年是将近100次，今年力争150。那我觉得你能达到200次或者300次的规模的时候，就可以就是用这个专门做一个机器来给这个星舰飞船自动检测安装，还不是自动安装，不光是自动安装，就自动检测、自动安装。这样的话，你等于下来之后，直接这个机器上过来，咵检一遍，可能比方说几个小时检完，然后呢重新合格再上去，这就比人工要可靠多了。李好才，对，我一直在开始说这个事儿。6月14号的时候，009号火箭发射星链卫星 Starlink 10-2的时候，在火箭发动机点火2秒钟以内，然后突然关机了。那所以我今天之所以做009的这个直播，因为本来009大家都已经不是很关注了，我今天之所以做这个，就是因为这次关机，所以呢，我想看一下009后面怎么样。那本来今天早上还有一次直播，凌晨啊，今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还有一次，应该有一次，这个009号的发射，那次是在佛罗里达州，这次发射是在加利福尼亚。那次发射的话，因为天气原因又取消了，所以让我觉得最近009是不是好像碰上点什么问题了？所以就是跟大家一起直播聊一聊吧。As of April 8, 2024, Starlink has reached 2.7 million customers 。对，这个是 Grok 说的啊，刚才都不是有朋友说600万了吗？HSWCYD 这朋友那个什么，现在不是其他对手不是去和星舰比，我觉得说星舰他们比不了，就是其他对手还是先去和009号比吧，能够先做到和009，再来谈和星舰的这个比较吧。你现在连009的水平都做不到，那就别比星舰了，差太远了。就是人家都开上飞机了，你这儿还是马车呢，你先搞出个汽车、火车来了。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想继续聊的？有关这个最后的这个卫星，实际上最后009号发射这个9减1卫星，就今天这次发射，
最后的布放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如以前我还转播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就是说这些卫星是怎么的这个布置。那现在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没有什么。助推器降落中间为什么要停顿一次？它整个降落过程要持续好几分钟时间。实际上在分离之后，这个整个火箭里并没有那么多推进剂，而且它也不需要。它的第一次点火，分离后的第一次点火，它有两种情况。你像今天这种情况是降落到海上的，那它的第一次点火，它主要是为了把这个怎么说呢？为了把它的辅助于那个空气舵啊之类的，把它的这个原来的飞行的时候是这样嘛，就是说等于尾部朝后，这个头部朝前，要辅助把它变成另一个姿态，就是头部朝后，尾部朝前，把它摆成另外摆成这样的一个调整好这个整个就是后半段的这个等于就是下落过程中的这个姿态飞行姿态，主要起的是这个作用，就是说对于在海面上降落的009号一级。而对于如果要是009号一级，它还有一种那个回收方式是分离后的一级直接飞回到发射场附近的这个着陆场，就在发射点旁边。那这个时候进行再次点火的目的就和星舰的这个是基本上一样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一级在空中完成一个后空翻，然后还是变成尾巴朝前头朝后，就和分离的时候姿态差不多，完成一个后空翻，然后还是尾巴朝前头朝后，这么去落回发射场，主要是这个。然后最后一次，这个等于是一个中间的动作，所以需要点一次火。然后呢，它就会关机，然后依靠惯性继续飞行，最后到临降落到地面。你像009的这个就比较结合于实际嘛，它大概就是在1公里左右到2公里这个高度，然后这个制动发动机进行最后的制动点火，把飞船的这个速度快速的降下来。把这个一级火箭的速度快速的降下来，然后最后让它落到地面的时候不要造成太大的冲击。那在这个星舰3飞的时候，我看它那个制动点火想点的话，可能得到500米的时候左右才开始好像有这个动作，那就显得有点太低了，肯定是他试了好几次都没有点成功，最后也没有点成功。然后星舰4飞的这次好像这个高度还相对来讲可以一点，它大概是在1公里左右，最后进行的制动点火。短构点火，这个不太理解什么意思。定位，对，中间你当然是要以一个最好的姿态来落到地面上来了。你直接摔下去，你就跟你在空中跳高那个什么做跳马什么那些翻转动作的时候，你也要落地前你也要调整自己的姿态啊。做体操的时候不也得调整自己的姿态吗？这个是必然的，包括跳水运动员入水也要调整好姿态啊，不然的话你的水花大了，你得分就很低嘛。OK，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星舰很剧烈的姿态调整对舰体的压力有多大？这个得经过具体计算了。这个我说句实话，没有计算的话，我给不出具体的数值。但是反正大家能够知道，就是说你调整的这个速度越快，实际上实际上我们这么说吧，一般来讲，我们说运动的翻转的这个空中的角加速度越大，对这个载荷的这个对舰体的这个载荷就会越大。所谓角加速度就是叫做什么呀？就是你转动角速度大家都明白，就是单位时间转过的这个角度，对吧？角加速度就是说你在这个你单位时间内的角速度变化量，然后就是相当于是你那个有点像于咱们开车猛一脚油门，然后有一个推背感，那就是加速度嘛。实际上它的角加速度也一样，那个角加速度越大，那你的这个
飞船承受的这个火箭或者飞船承受的结构上承受的这个力就会越大。OK， 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陪伴。那我今天对这个猎鹰9号火箭发射这个 Starlink 卫星的这次直播，基本上就那直播这一部分就完了。我看一下大家最后还有什么别的要聊的啊？是这样。那个1级火箭本来就是不载人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实际上就是对于哪怕不是1级火箭，我们一般如果要是用来载人的话，我们是就是说设计的时候会考虑人的承受能力来考虑这个加速度的，就可以我们就要改用其他的这种弹道啊什么的这类的东西来使人能够承受，特别是人和人也不一样。你比如像是这个飞船啊，什么宇宙飞船神舟啊，比如，那它经常的能够承受的可能就是3个 G， 或者包括这个 Starliner 啊什么的，3个 G， 可能还有的时候得到5个 G， 最高的时候可能8、9个、10个 G 都有可能。像这种飞船就不是我们普通人做的，就是说是普通人不经过训练是不可能的。那你比方说像星舰，它将来发射的时候，如果它的成员主要是一些受过训练的宇航员啊，有这些基础的，那它可能在飞行的这个整个飞行的这个飞控这一块的设计，可能就是按照3个 G， 平时3个 G， 然后不超过，比方说高点的时候是5、6个 G， 不超过8、9个 G， 大概是这个水平。如果要是说是对于普通人的话，那可能最多只能把高点射到，最大射到个4、5个 G， 然后平时就1点几个 G， 就得是这样的水平。所以针对不同的用户，我们设计的这个载人这一块是就是说要有不同的这个飞控来设计。而对于不载人的这个器械这一部分呢，就比如1级火箭没有载人的，那我们主要是考虑就是包括火箭自身，还有上面仪器设备的承受能力了。我看看，太空中好像经过。以前上太空的时候肯定是要就是说是那个时候对于加速度的这个就飞船控制减震啊什么的控制的都不好，所以对身体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现在的话相对来讲就要低多了。现在的这个飞船的整个这个动作也都平稳多了。你像龙飞船 Starliner 飞船，可能它一般情况不出现突发，它可能也最大也就是2、3个 G， 就已经是非常，就是说5、6个 G 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罕见了。所以就是说你就大家就是只要相信，就是说是到最后的时候，这个肯定是越来越平稳。你像现在，你比方说是现在的这个波音客机，现在的这个民航客机，肯定要比方说50年代刚刚开始民航大发展的时候，那时候是用的实际上是2战的时候 C-47运输机改的这个民航客机，那个震动肯定要比现在我们的要大多了。所以所谓的这个航天越来越走向市场，然后走向平民化，实际上也和就是各种各样的门槛，不光是钱经济的问题，然后对身体的要求，对你知识的要求，对什么的这些要求都是肯定就是越来越低，这才能够真正的走到。我不太明白您这句话的意思，超重回收不能用脚力你是说不能用脚站立吗？可以用脚站立啊，但是用脚站立就是猎鹰9号的这种模式嘛。第一，你要有这个支撑腿的这个重量要放在火箭上，这会影响火箭的运载能力。第二个更重要，就是说你如果回来的时候你回到哪儿，你肯定不能够回到发射台上，你要回到发射台旁边的一个着陆点，然后要有其他的机器
把你的这个火箭回收回来的火箭举起来，把你的这个腿儿再给它叠回去，然后还要再把它放回到发射台上才能再发射。我就是说下一次发射了啊，就是大概要这几个步骤。第一，落下来之后提起来，把腿叠好，然后把它再运到旁边的发射台上，然后给它放到发射台上去，它才有可能进入一种下一发的发射状态。但是如果要是马斯克现在用筷子的回收的方式，就是我用筷子夹住往下一沉，直接就放到台子上了，你觉得哪个时间更短？所以从快速发射来讲的话，那个无疑马斯克现在选择的这个 chopstick 应该是我们现在能够认识到的最快的一种快速发射方式，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OK， 好吧，我也得去准备去吃东西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有40多位朋友，最多的时候好像有50多位朋友，然后陪着我一起来，看这次009号的发射。那我本来以为真的是以为6月14号那次这个火箭发动机突然关机，是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呢，然后今天早上本来以为还有一次发射。结果呢，那个发射又临时取消了，所以就让我更的心里有点感到不安。结果，还很好，今天的这个发射还是不错的。那后面的话，可能我下一个除了每周读评，我每周六呢会读一个每周六晚8点北京时间，会做一个读评，然后之外的直播可能就是到时候这个 Starliner 飞船要返回的时候，我可能会直播一下。然后还有就是欢迎大家明天看一下我讲那个。也就是星舰飞船现在用的这个防热瓦材料 Tooth Rock 这个材料的大致的情况，然后也欢迎到时候大家去看，好吧？长征回收了，长征回收先做蚂蚱跳吧。他们现在整天还是想着，他们现在倒是的确，我看到有在长征2号火箭上。的上面级现在也在好像长征2号火箭的这个1级顶端好像已经开始往上装山格垛了，准备要回收想进行这个回收的实验，但是呢我还没看到那个长征2号火箭上面装着陆腿，也没看到有生产筷子的地方。那我估计这些东西都做完可能也得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SpaceX 最少也是2-3年了嘛做了，那我想中国最少也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好吧？那好，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那咱们下次再见，明天就有我那个 Tooth Rock， 到时候欢迎来看，好吧？拜拜。